楚风短暂的愣神之后，眼中涌现出的乃是一抹警戒，因为这个人楚风认识，乃是紫菱。可是紫菱明明在卧龙武宗内，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眼前的多半是幻象。而当楚风打量石门内那位紫菱的同时，紫菱也是发现了楚风。紫菱眼中没有谨慎，反而更多的是惊讶。不过在那惊讶还未消散的时候，那双美眸之中便涌现出了满眼的欢喜。楚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师尊送你来的吗？那石门还未彻底打开，紫菱便已经穿过石门，跑到了楚风身前，一双小手不仅拉住了楚风衣衫，还开心的摇晃起来。紫菱可不是小女孩的类型，可她此时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这是她只有在楚风面前才会表现出的可爱一面。而看着眼前这个满眼都是自己的丫头，楚风警戒的内心忽然被击碎了。你真是紫菱？楚风忽然觉得眼前的好像不是幻象，而真的是他的紫菱，因为这种熟悉的感觉，幻象是给不了他的。楚风哥哥，你说什么傻话呢？你不会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吧？听楚风这样一说，紫菱满是欢喜的小脸也是有了变化。他退后一步，嫌弃的看了楚风一眼，多多少少有点生气。这微妙的小表情让楚风更加确定，这就是紫菱，真的是我的紫菱。我的紫菱，真不怪我呀，毕竟我不知道你会出现在这里，而这里又如此凶险。在破开那么多阵法之后，你突然出现了，还以为你是幻象阵法呢。话说你怎么会在这呀？楚风有些尴尬，于是赶忙解释，是我师尊送我这里来修炼的。只是楚风哥哥，我听你的意思，你不是我师尊带过来的，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还有你说的凶险是怎么回事？紫菱也是一脸疑惑的看着楚风，他倒不是怀疑楚风，而是楚风的话让他有些发懵。而同样的，紫菱的一番话也是让楚风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于是楚风先是对紫菱说明了他的情况，而听闻楚风的讲述，紫菱不仅十分惊讶，甚至还感觉难以置信。楚风哥哥，那你带我过去看看，我想看看那结界机关。紫菱说道。走。楚风知道来时被他解开的结界机关，在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就会重新恢复原样，所以紫菱想看结界机关并非难事。于是楚风便带着紫菱向回走去，果然没走多久，便看到了已经恢复的结界机关。原来这一道石门后面还有着一个可以从九魂天河进入的入口，可这个入口的结界阵法为何还会存在？看到这摆在眼前的结界机关，紫菱发出感叹。紫菱，你知道此地？难道此地与卧龙武宗有关系？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他看出来了，紫菱似乎了解关于此处的事情。紫菱也不隐瞒，而是为楚风讲述起了他所知道的事情。首先，紫菱是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入此处的，那另外一个入口并非在九魂天河，而是在圣光天河之内，这足以证明此处的传承遗迹是跨越了2道天河的。九魂天河与圣光天河各有一个入口，楚风是从九魂天河的入口进入的，而紫菱则是从圣光天河的入口进入的。至于紫菱为何能够进入此处，并且他来时的路上并没有任何结界机关，是因为此处的传承早就被人拿走了，而拿走这传承遗迹的人正是他们卧龙武宗的先辈，那便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独孤凌天。此处遗迹较为特殊，蕴藏着强大的魂力，虽说传承已经被独孤凌天拿走，可是此处的魂力也仍在，只是魂力对于寻常的修武者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是对界灵师有着一些帮助，但其实帮助也不是特别大，除非是修炼了特殊功法的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此处也就被卧龙武宗封印了起来。卧龙武宗宗主也是在得知紫菱医病需要魂力之后才想起了这个地方，这才将紫菱带出卧龙武宗送到了这个地方来。得知经过之后，楚风便穿过了石门进入了大殿，这才发现大殿内果然还有另外一道石门，而那个石门通往的便是圣光天河的一个上界，并且这条出口果然一道结界机关都没有。楚风哥哥，为何此处传承已经被独孤凌天大人拿走那么多年了，可是另外一个入口的结界机关却依然会存在呢？难道此处还有没有被拿走的宝物吗？紫菱对楚风问道。应该没什么宝物了。楚风摇了摇头，他已经观察过了，此处并没有可以再拿的宝物了。看来此处的主人是给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各自一个机会，圣光天河那边已经成功拿到了遗迹，所以圣光天河的入口的结界机关便全部消失了，而九魂天河这边没有拿到传承遗迹，算是失败了，所以这边的结界机关便始终存在。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原因我也无法确定，只是却苦了圣谷的人了。想到圣谷的人居然为一个不复存在的遗迹而葬送了那么多天才，楚风也是感到惋惜和心痛。最可悲的是，圣谷明明也是圣光天河之人，却挑战了九魂天河的机会。神魂仙尊，这是此处遗迹的主人吗？一番猜测之后，楚风将目光投向了石头大殿内的一个石碑上，那上面写着神魂仙尊4个字。石碑上面原本应该是摆放着东西的，但显然那上面的东西已经被拿走了。拿走此物的人多半就是独孤凌天了，毕竟是他得到了传承，那么这里的一切自然也都是被其取走。我也听我师尊说了，此地主人就叫神魂仙尊。紫菱说道。那这神魂仙尊是很厉害的人吧？紫菱，你对他了解吗？楚风有些好奇，因为圣谷的前任谷主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这座传承遗迹，就是他知道这传承遗迹很不简单，所以楚风很想知道这神魂仙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事。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师尊好像也不是很了解，因为这里是独孤凌天大人最先发现的，后来也是独孤凌天大人告诉我师尊此地的，但是关于这位神魂仙尊的传承，独孤凌天大人并未与我师尊多说。紫菱说道。可突然紫菱的小脸发生了变化。紫菱，你怎么了？见状，楚风赶忙上前关切地打量起来。楚风哥哥，我没事，只是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声音。紫菱说道。什么声音？楚风问道。
是我体内传来的，传自那血红古塔。紫菱说道。听闻此话，楚风立刻明白了，楚风体内的血红古塔乃是楚轩辕交给紫菱的，正是这血红古塔让紫菱天赋大增，才有了追赶楚风的天赋。只是血红古塔却也有着副作用，甚至威胁到了紫菱的生命。为了抑制这血红古塔，楚风就连他辛辛苦苦得到的卧龙魂甲都给了紫菱，可是仍然无法彻底抑制那反噬。之所以如此，乃是那血红古塔内有生命体。之前楚风就曾听到了血红古塔内有人与他说话，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而根据那个女子的意思，紫菱需要打开血红古塔的门才能够通过考验，唯有通过考验才能保住性命。但具体考验的方式，那个女子并没有说，不过却的确透露出一个消息：紫菱保命与魂力有关。那是楚风唯一一次与那神秘女子对话。可是最令楚风惊讶的是，紫菱那个时候居然不知道那血红古塔内有生命体，还是楚风告知紫菱，紫菱才知晓此事的。但是现在紫菱却说血红古塔内传来了声音，那么多半就是那名女子了。那名女子主动与紫菱沟通，这倒是一件好事。是那名女前辈吗？楚风问道。是，应该就是楚风哥哥之前说的那位前辈。紫菱也是变得激动起来，因为这的确是那血红古塔内的神秘女子，第一次与她对话。那她说了什么？楚风问道。她说那边有强大的魂力，让我去拿到，只要我能将那魂力拿到，他会给我奖赏。紫菱说话间将说指向了石门，那道石门正是楚风来时的方向。还有说别的吗？楚风问道。没了。紫菱摇了摇头。让我来试试。楚风将手放在紫菱身上，尝试与紫菱体内的血红古塔沟通，只是却没有任何回应，这让楚风也是眉头皱起。楚风哥哥，那前辈没有在说话吗？紫菱问道。前辈没有回应我，不过我似乎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楚风说道。是什么？紫菱问道。你跟我走吧。楚风说话间便带着紫菱向来时的方向行去。楚风猜测血红古塔内的神秘存在必然是感受到了什么，而他感受到的很可能就是妖王魂种，毕竟妖王魂种内正是魂力，所以楚风觉得那血红古塔的神秘存在，要紫菱拿到的魂力应该就是妖王魂种内的魂力。对了，紫菱，你师尊什么时候将你送到这里的？将你送到这里后可又再回来过？楚风又询问起来。你刚离开卧龙武宗，师尊就将我送到了这里，师尊叫我在这里等他，不可自行离开，我就一直等到了现在。没成想师尊没等到，反而等到了楚风哥哥。紫菱话到此处，脸上不由流露出幸福的笑容，在这里看到楚风对他而言乃是惊喜。傻丫头，看着紫菱笑得这么甜，楚风也是宠溺地揉了揉紫菱的小脑袋。而楚风之所以问这件事，是他想知道之前在圣谷内暗中守护自己的是不是卧龙武宗宗主，而听紫菱这样一说，那么是卧龙武宗宗主的可能性则是更大了一些。倘若卧龙武宗宗主真的在守护自己，那么说不定现在他就在遗迹之外，也许看到紫菱，说不定他会现身。当然也只是猜测罢了，因为来时路上楚风较为小心，所以步伐较慢。可是回去途中已经知道那些结界机关有几斤几两，楚风便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楚风便重新破开层层关卡，带着紫菱走出了传承遗迹。楚风少侠，你看到楚风出来，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赶忙上前询问，可是很快他们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楚风出来之后，居然会跟着一个如此貌美的女子。两位前辈，事情略微有些复杂，容晚辈与你们细细说来。楚风随后便为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传承遗迹竟早就被卧龙武宗的人拿走了吗？怎么会这样啊？果然，得知此事之后，圣光白眉的脸色十分难看。身为圣谷之人，只要想到那么多天才居然白白送死，心中自然十分难过。这就是命吧。念天道人也是感慨道：此地主人实在可恶，明明已有人拿走传承，为何还将那重重考验摆在此处，让我圣谷之人白白丧命？圣光白眉忍不住怒骂起来。对此，楚风与念天道人并未说什么，他心中难过，的确需要发现，毕竟那死在里面的可都曾是天才之流，若是他们都活着，如今的圣谷想必更加壮大。但圣光白眉调节情绪的速度也很快，他也清楚事已发生，现在再难过再愤怒也没用，尤其是这传承遗迹的主人可能在远古时期就去世了，就算怨恨他也是没用任何意义。楚风少侠，那我们离开这里吧。圣光白眉说道。我还不想离开，我想去那妖王魂种一趟。楚风说道。好，那我们陪你去。令楚风欣喜的是，当得知自己的决定后，明明清楚此地有多凶险，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还是立刻提出了与楚风同行的想法。楚风也没有拒绝，因为他的确需要这两位的帮助。随后楚风四人便向那座城池行去，只是还未靠近城池，楚风便心中一紧，阵阵轰鸣不断传来，正是城池的方向，说明那里必然是发生了变故。靠近之后，楚风等人终于看清了状况，距离城池一定距离的虚空之上，有9道身影正在交手，其中8位都是来自星幽谷的长老。那8位其中5位散发着2品武尊的气息，而剩下3位则是散发着3品武尊的气息。但是眼下他们并未使用武力，而是正在施展结界之力。他们虽然武者修为并不相同，可是结界之术却是相同。他们8位全部都是龙变6重的界灵师，拥有着3品武尊的战力，而他们的结界战力非常强悍。眼下更是合理布置了一座结界大阵，那座悬于虚空之上的结界大阵正在压制着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怨神婆婆的弟子宋雪儿。宋雪儿手持尊兵，面对8位龙变6重界灵师的联合大阵，却并没有落入下风。他们双方乃是军师，不愧是怨神婆婆的弟子。楚风看着宋雪儿那战斗的模样，也是感叹宋雪儿的战力。宋雪儿身上散发着天赐神力，
可以证明他的真实修为并非3品武尊，而应该是2品武尊。可哪怕是2品武尊，放在整个东域，在小辈之中，也可以说是顶尖存在了。不过楚风并未直接出手帮助宋雪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城池之内。因为城池之内，楚风还感受到了其他人的气息，那是道海仙姑弟子们的气息。除了他们，还有邱姓男子等星幽谷弟子的气息。星幽谷乃是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请来的客人，可是眼下怨神婆婆弟子却在与这些客人交手，并且看那个架势，乃是生死之战，而并非是切磋。这说明他们的联盟很可能已经瓦解。这种情况下，道海仙姑弟子与邱姓男子等人在一起，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很快，楚风便锁定了他们的位置。他们在一座宫殿之内，在楚风的结界之树下，那宫殿墙壁宛如无物，宫殿内的情形被楚风看得一清二楚。而看清楚之后，楚风不仅立刻向那宫殿飞掠而去，怒火升腾的眼中更是涌现出了杀意。在那宫殿内，那邱姓男子等人将到海仙姑的弟子们围成了一团。最主要的是，邱姓男子他们几人不仅全部脱去了自己的衣衫，更是色眯眯地看着宋菲菲等到海仙姑的弟子们。他们想做什么，已是无需多说，并且有2名女弟子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邱师兄，你不要这样，不然你如何面对你的师尊？宋菲菲的声音都在颤抖，她害怕极了。姐，宋师妹，你可真是单纯，居然还拿我师尊来吓唬我！你难道还不清楚这是我师尊的意思吗？你师尊和那个怨神老太婆想利用我们师尊的力量来开启此处的妖王魂种，但是我师尊从一开始都没有想过与你师尊共享这妖王魂种。眼下妖王魂种既然已经开启，你们自然也就该清楚了。不过宋师妹，我和我的兄弟们是真的喜欢你们，只要你们今日赔我们兄弟几个万的痛快，我们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如若不从，就只能如这2位师妹一个下场了。邱姓男子说话间，指向了地上2名倒在血泊中的道海弟子。看着那2位同门姐妹，宋菲菲等人更是吓得眼泪直流。那2位道海弟子就是宁死不从，拼命反抗，才被邱姓男子所斩杀的。而在宋菲菲等人吓得瑟瑟发抖之际，邱姓男子一双眼睛则是不停地在宋菲菲的身上扫视，可能是想到了这样的尤物即将被自己占有，他更是兴奋的连口水都流了出来。邱师兄，各位师兄，我求你们了，我们如此尊敬你们，你们就放过我们吧。宋菲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此时的她早已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而与此同时，到海仙姑的其他弟子也都跪在了地上，开始求饶。其中一个女子更是说出了一句令邱姓男子等人愣住了的话语：各位师兄，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都还是黄花闺女，根本不懂男女之事，你要我们伺候你们，我们也不会啊，你们放过我们吧，不懂男女之事。听到这几个字，邱姓男子短暂的愣神之后，双眼都开始发光。真是想不到道海弟子如此的洁身自好，真不错，真不错，老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口。兄弟们，既然他们没有经验，那咱们就换个玩法，咱们主动点。邱姓男子此话说完，便准备对宋菲菲等人发动进攻。可就在此时，那紧闭的店门却被一脚踹开，只见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店门面前。起初，邱姓男子等人吓了一跳，宋菲菲等人眼中也闪过一抹期望。可是看清那位来者之后，宋菲菲等人眼中的期望不仅消散，而原本受到惊吓的邱姓男子嘴角更是扬起一抹冷笑，因为这位来者乃是楚风。楚风，快逃！宋菲菲第一个开口，她示意楚风快逃。在她的印象中，楚风的修为还停留在至尊中期，而邱姓男子可是1品武尊，楚风怎么与他们抗衡，简直就是送死。然而宋菲菲开口的同时，一道1品武尊的威压已是将楚风覆盖，但那威压只是封锁住了楚风的去路，并未直接对楚风发动进攻，而释放着威压的正是邱姓男子。本来老子还遗憾你这小子先溜之大吉了，却想不到你居然送上门来了，正好老子今日就好好教训一下你。邱姓男子对楚风说道：邱师兄，这些丫头似乎都很喜欢这个家伙，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就在此时，又有1名男子上前，很是猥琐的说道：玩点刺激的，怎么个玩法？邱姓男子问道：咱们先不急着杀他，把他定在这里，让他亲眼看着咱们和道海这些姑娘们玩，不是更好？那名猥琐男子说道：倒是一个好主意。听闻此话，那邱姓男子也是十分感兴趣，果然没看走眼，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既然喜欢刺激的，我就让你们知道，我楚风就满足你们。楚风说话间挽起了自己的袖子，那是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哟，我没听错吧？这个只能躲在女人后面的家伙，难不成还想与我们动手不成？猥琐男子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十分嘲讽。可突然一道闷响传来，一股热量更是喷溅在了邱姓男子等人的脸上。这一刻，莫说是邱姓男子，就连宋菲菲等人也是愣住了，因为那名猥琐男子已是身首异处。邱姓男子再度看向楚风，眼中不再想轻蔑，而是惊恐。他之所以惊恐，不仅仅是那猥琐男子被楚风一击斩杀，而是楚风散发出了他的修为，3品武尊，这就是楚风的修为。而他虽然也是武尊境，可却只是1品武尊而已，他要如何抗衡楚风你的修为？与之相反的是，宋菲菲等人也感受到了楚风的修为，但他们的脸上不仅仅是惊吓，还是惊喜。他们惊吓是没想到楚风会有这样的修为，惊喜是因为楚风拥有这样的修为，那他们就绝对可以得救了。宋姑娘，麻烦你们先离开这里，我接下来要做的不适合你们看。楚风对宋菲菲等人说道。且说话间，他大袖一挥，那紧闭的店门便打开。楚风，你小心点。宋菲菲明白楚风的意思，赶忙起身，带着她的姐妹们离开了此处。而他们刚出来，那店门便关上了，紧接着阵阵惨叫不断传来。
那正是邱姓男子等人的惨叫。不仅是惨叫，没过多久便传来了求饶的声音。可是没用，那惨叫依旧在继续。楚风显然并没有因为求饶就放过邱姓男子。这种情况下，有道海弟子感到好奇，便使用特殊的观察手段，看向宫殿。哇！然而他刚看一眼，便转身吐了出来。你这是怎么了？见状，宋菲菲等人赶忙上前询问。别，千万别看，千万别看那里面。那名道海女弟子脸色惨白地指着宫殿。听闻此话，宋菲菲也是眉头微皱，而其他人更是连看向宫殿的勇气都没有了。哪怕正常观看，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可他们也不敢看了，因为这名道海女弟子也是战杀过无数凶手，见过世面的人，并且在他们之中还算是比较胆大、承受能力较强的人。记得他们第一次斩杀凶兽，许多人都吓哭了，可唯有这名女弟子不仅不怕，反而看着凶兽的血感到兴奋。后面的诸多事情也都验证了一件事，这名女弟子是有点嗜血的。可眼下就连她这种人都会有了这样的反应，足以证明那宫殿内的残忍程度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终于惨叫停止了，殿门开启，想象中的血腥之气并未涌出，反倒是楚风面不改色地走了出来。你们将那2位同门的尸首收拾一下吧，我们应该要离开这里了。楚风对宋菲菲说道。且楚风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向宋雪儿的战圈飞掠而去。本来宋菲菲等人还有些不敢看向宫殿内，害怕看到那血腥的场面，但同门的遗体不能不管，宋菲菲还是鼓足勇气看向了宫殿。这才发现那宫殿内除了自己同门2个姐妹的遗体外，根本看不到邱姓男子等人的踪迹。不仅看不到踪迹，连一滴鲜血都看不到。可是他们刚刚还分明亲眼看到楚风将一个人的头颅斩下的，他们这才明白为何楚风推开殿门，他们都闻不到血腥之气，必然是楚风猜到了他们会不是，所以提前将宫殿内的惨烈景象收拾好了。想不到楚风如此贴心，难怪就连乐乐那丫头对楚风也如此上心。在场的道海女弟子们都明白了楚风的心意，心中一股暖流涌动。他们并未第一时间去收起同门的遗体，反而看向了楚风离去的方向。好强，楚风他怎么这么强？不是说他只是至尊中期吗？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长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说之前他隐藏了修为吗？其实他们根本看不清那战圈，更是看不清具体交手的过程，毕竟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修武者在交手，可他们却能感受到大概形势，能感受到楚风等人的气息，因此能够分辨出战况。自从楚风加入战场，原本军事的战局立刻发生了转变，战局已定，那些长老必死无疑，而扭转战局的正是刚刚救了他们的楚风。这一刻，刚刚被楚风救下的所有道海女弟子看楚风所在方向的目光都变了，也包括那宋菲菲，他们的眼中有着浓浓的崇拜，但除此之外还有别样的情愫。以武为尊的世界内，哪个女孩子不想找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强者？楚风就是这样的强者，更何况刚刚还救了他们。喂，诸位师姐，我劝你们一句哦。可就在此时，他们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道稚嫩的少女声音，回头观望，他们发现是宋云。宋云就坐在对面宫殿的城头之上，一边啃食着手中的苹果，一边晃动着雪白的玉腿，像个顽皮的小孩子一样看着他们。只是宋允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们心中一紧，你们可不要对我的楚风哥哥动心，如若不然可是会死的哦。话到此处，宋允的双眼眯成2道可爱的月牙，那笑容是如此的甜。可是此时道海的女弟子们却是面若冰霜，她们都在宋允的身上感受到了杀意，一种极为浓烈的杀意。最主要的是，宋允后面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是故意不想别人听到，所以这绝对不是玩笑，而是真正的警告。宋师妹，你莫要多想，楚风少侠根本不是我等能够高攀得起的，自然不敢有那个心思。宋菲菲等人都被宋允吓到了，赶忙卑微的回应，并且还很懂事的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应，而宋允则是微微一笑，随后继续啃食手中的苹果，并没有再回应宋菲菲等人。宋允看上去是那样的美好，就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可经过刚才的事，在宋菲菲等人眼中，这宋允却不再像表面那么纯真，反而让他们感到畏惧。于是他赶忙带着众姐妹进入宫殿，去给那死去的2位姐妹收遗体。而宋允对于他们的反应则是毫不意外，于是他缓缓转头看向了身后的虚空。他这一看不要紧，紫菱则是感到意外，楚风害怕出现意外，所以让紫菱隐藏了身形，先不要现身。而眼下宋允所看向的方向正是紫菱所在的位置，甚至2者可以说是四目相对的状态。这个小姑娘能够看到我，紫菱心中泛起了嘀咕，因为她看宋允那眼神可不像是巧合。没过多久，不远处的战火平息，2道身影直奔宋允御空而来，那正是楚风与宋雪儿。雪儿姐，你没事吧？见到2人归来，宋允赶忙御空而起，没事，那几个老家伙还不难不住我，倒是楚风有点吓到我了。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是以前隐藏了修为吗？宋雪儿看着楚风，一双美眸之中隐隐间可以看到他一抹金色。他对抗那几个长老虽然没有落入下风，但其实也几乎尽了全力。可是楚风这一出手，那几个长老根本没有反抗之力。3品5尊的修为，外加雷纹与雷霆铠甲的力量，楚风的修为刚刚达到了5品5尊的地步。这样的实力，莫说那些长老，连他在楚风手中也是毫无反抗之力。可是他分明记得之前看到楚风的时候，楚风还是至尊初期，当时楚风等人在他眼中与蝼蚁无异，都是他一巴掌就能拍死，意念间就要粉身碎骨的小角色。可是转眼间，他们2者的身份居然发生了调转，这让他怎能不惊？隐藏修为，这可不像是楚风哥哥会做的事。宋允开口了，相比于宋喜儿，他根本就没有怀疑过楚风隐藏修为，而是坚定地认为楚风是成长了。还是丫头你懂我？楚风笑着说道。
我当然懂你了，只是楚风哥哥，你这修为增进的也未免太快了一些吧？你这样下去，怕是我娘亲都不是你对手了。宋云眨巴着大眼睛，话到激动时，居然还结巴了起来，甚是可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那么快追赶上你娘亲？这里的人是受人指使才敢这般。既然如此，怨神婆婆和仙姑前辈他们那应该也发生了变故，我们赶快过去吧，也许能够帮到一些忙。楚风对宋允说道：“多谢楚风小友关心了，我们这边并无大碍。”可就此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只见3名女子立于不远处的虚空之上，其中1名女子面容洁白无瑕，皮肤吹弹可破，但她没有一丝妩媚妖娆，给人的感觉简直清纯无比，纯洁无瑕，宛如浑然天成的美玉，没有一丝浑浊。她的年龄虽比宋允大，可纯净的感觉甚至还要在宋允之上，而她便是王玉贤。王玉贤看到楚风，也是变了一个模样，冲着楚风连连挥手，不过并没有直接向楚风冲过来，因为在他的身前还站着2名中年女子。这2名女子的外貌虽已至中年，可却皆是风韵犹存，气质超凡，可以看出她们年轻时那也都是倾国倾城的角色，哪怕已是中年模样，却也会仍具有非凡的魅力，仍会让无数男子垂涎。而这2位，其中一个乃是道海仙姑，而第2个自然便是怨神婆婆。晚辈楚风拜见怨神婆婆，拜见仙姑前辈。楚风赶忙施以一礼。虽说如今楚风的修为与之他们已是接近，可在楚风心中，他们的分量不会变，仍是他发自内心尊敬的前辈。楚风小友，你可真是年少有为，小小年纪就能够踏入如此境界。怨神婆婆对楚风夸赞道：“前辈过奖了，晚辈只是运气好罢了。”楚风说道：“不，楚风哥哥可不是运气，我楚风哥哥乃是浩瀚修武界第一天才。”宋允忽然开口，并且还一把抱住了楚风的胳膊，样子十分亲密。而看到这一幕，旁人倒是没有太大反应，可是道海仙姑旁边的王玉贤以及隐于不远处的紫菱，神态都是有了一些变化。师尊！而就在此时，阵阵哭声响起，是宋菲菲等人御空而起，并且他们还抱着那2名被邱姓男子等人杀掉姐妹遗体。他们出现之后，便立刻对道海仙姑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是为师疏忽了，低估了他们。眼见着自己2名弟子受害，道海仙姑也是难掩自责与悲伤，毕竟这些弟子都是他从小养到大，说是他的女儿也不为过。楚风小友，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我的这些弟子怕是都要遭到那些畜生的玷污。道海仙姑又对楚风说道：“他虽然见到了楚风帮助宋雪儿击败那些长老，可并没有见到楚风解救宋菲菲等人，所以对于此事，他还是十分感激的。虽说按照时间来看，就算楚风不出现，他们也能够解救宋菲菲等人，可是他们回来的时间终归是晚了一些。就算能够解救宋菲菲等人的性命，但宋菲菲等人多半也会遭到玷污。道海女子都很纯洁，把名节看得比命都重，若真的被玷污，必然也不愿活下去了。前辈，您千万别这样说，这件事说起来还是怪我，若是未能够快一步，也许就不会发生悲剧了。”楚风也是有些惭愧，而此时大家的情绪都是有些悲伤的，毕竟那死去的人与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有些关系的，但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宋雪儿。她相对平静，并且听闻经过之后，便下意识地看了宋允一眼。当她看到宋允此时也是一脸悲伤，并且双眼都已经红润了之后，宋雪儿的神态变得复杂起来。她清楚宋允的实力，而且她也知道宋允一直就在这里。她当时虽然是被那些长老拖住了，可是宋允却并没有被拖住。宋允若是愿意帮忙，那道海弟子也就不用遭受此劫。但很显然，宋允选择了袖手旁观。随后经过交谈，楚风得知，在怨神婆婆、道海仙姑以及图腾天和那些强者联手之下，此处的妖王魂种已经是成功开启，并且已经在那妖王魂种内发现了部分宝藏。图腾天河的人想要独吞，于是便想除掉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他们。对此，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也是早有防备，所以才让宋雪儿守在这里。只是没想到，还是低估了那几个长老的实力。没想到宋雪儿会被牵制住。至于那些想要除掉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的人，已经被道海仙姑还有怨神婆婆除掉了。而从那妖王魂骨发现的宝藏，也都被道海仙姑还有怨神婆婆得到。当然，那宝藏都是妖王遗留下来的，无非就是武技与尊兵这些东西。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宝藏，其实他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根本进不去。真正的妖王魂种为何会进不去？是没有彻底破解吗？宋允率先问道。对于这妖王魂种，他显得十分关心。乐乐靠近的时候，那妖王魂种倒是有些反应，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只有小辈可以进入？但目前来看，哪怕是乐乐也无法进入。总之有些古怪，你们这些小辈一起过去看看吧。楚风小友，你也来。道海仙姑对楚风说道。而他口中的乐乐其实就是王玉贤。乐乐是王玉贤的小名。前辈，其实我此次来还有带来了一个人，他也是小辈，不知能否让他一同去？楚风说道。当然可以，楚风小友的朋友便是我们的朋友。道海仙姑说道。紫菱，你出来吧。楚风对紫菱说道。随后紫菱便露出了真身。看到紫菱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紫菱所吸引了。在场的明明除了楚风都是女子，可是他们却也被紫菱的美貌所惊艳到了。紫菱的美貌，哪怕在这样尽是美女的场合，也依旧可以做到艳压群芳。好美的姐姐，楚风哥哥，你在哪认识的这么漂亮的姐姐？宋允直接跑到了紫菱近前，那双美眸都在闪过，表现出了对紫菱极大的喜欢。介绍一下，她叫紫菱，是我的未过门的娘子。楚风介绍紫菱的时候，是将紫菱揽在怀中的。而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致，尤其是宋允，他的表情最为呆滞。楚风哥哥，你这是什么运气啊？居然要娶这么好看的姐姐！我发誓，我还从未见过像这位姐姐这样好看的人。宋允夸赞道。
不仅仅是宋允，其他人也开始夸赞紫菱。但是，一番夸赞之后，他们还是向妖王坟冢前去。楚风并未让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露面。楚风不是防着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而是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他们自己不想露面的，短暂的赶路。楚风终于见到了那妖王魂冢，说是遗迹，倒不如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城池。它藏于地底深处，只是表面那厚重的土壤已经被全部取走，无需进入地底。楚风等人站在虚空之上，就能够看清这座完整而巨大的地下城池。由此可以看出，那妖王的确从一开始就是做好了此处是他目的的准备。但眼下，楚风等人的目光却都是被那巨大城池的中心所吸引。在那里有着一道地宫入口，地宫入口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可却仍然无法进入，因为有着一重黑色气焰将那地宫入口封锁住了。那黑色气焰既不是结界之力，也并非武力，但却具备着很强的防御力。那感觉，除非半神境，否则恐怕难以让那黑色气焰击溃。这感觉好像不是对小辈的限制。楚风说道：“既然不是结界，自然也就不会有针对性的限制。先前乐乐靠近，那股力量有了反应，虽不是结界之术，但我猜测也是针对小辈布置的力量。楚风小友，你们与乐乐靠近一下试试，莫要担心，我们会保护你们。”道海仙姑说道。而他此话说出之后，楚风等人也不犹豫，纷纷动身向那个底城池的中心行去。然而，楚风刚刚靠近城池，还并未靠近中心，那股黑色的力量便有了反应。那反应有些古怪，使得楚风等人都是停下了步伐。别怕，你们继续靠近。见状，道海仙姑催促道。而他这一催促，楚风等人便继续靠近。忽然，那黑色气焰竟冲天起，转眼间来到了虚空顶端。当人们看清之后，皆是神色一动。此时的黑色气焰已经化成了人形，不准确来说，那是一个人形妖物。它高达10余米，身材壮硕，但因是黑色气焰，所以看不清它的容貌。此时，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也是动身，挡在了楚风等人身前。那黑色气焰并非散发出威胁的气息，可是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都无法破开的力量，对此自然要有所防备。而就在众人心生紧张之际，那黑色气焰所化作的妖物却是开口了：“能进入妖王大人魂种者，只有天赋卓越之辈才可，而你们之中只有3个人有这个资格。”那黑色气焰说道：“3个人。”听闻此话，楚风等人皆是开始猜测起来，究竟是哪3个人可以获得这个资格？毕竟按照这位所说，限制的并非年龄，而是天赋。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天赋足够，就能获得这个资格。但是很显然，怨神婆婆与仙海道姑不会有这个资格。他们虽然在九魂天河乃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是他们这个年纪却只是这个修为，就已经证明他们的天赋比之楚风等人还是弱上了许多。所以这3位必然是从小辈之中选出。其实不仅仅是楚风猜到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有了这样的猜测。所以在场的小辈们或多或少变得紧张起来。唯有2个人有着绝对的自信，一个是楚风，而另外一个乃是宋云。忽然，那妖物张开手掌，自其掌心出现一道黑色气焰。第一个话罢，那妖物手臂一挥，那道黑色气焰便射向了王玉贤。黑色气焰射中王玉贤后，王玉贤身上便被黑色气焰所覆盖。看到王玉贤得到黑色气焰之后，道海的人都并不意外，毕竟王玉贤可一直有着九魂天河最强天才的美誉，他的天赋毋庸置疑。可是见到王玉贤得到资格之后，宋雪儿原本就有些紧张的小脸变得越发紧张，她不由看向了宋允与楚风。楚风的天赋简直逆天，他自认为楚风必然能够得到资格，而宋允的天赋他也非常清楚，有着2位在，他觉得他可能得不到资格了。至于楚风，则是变得紧张起来，只剩下2个名额了，他也觉得他会占的一个。而在他看来，那第3个名额很有可能会是宋雪儿与紫菱之间产生，当然宋允也是有可能的。可若不是紫菱，那么楚风进入妖王魂种似乎也是失去了意义，毕竟他是想要帮紫菱的。第2个，就在此时，那妖物再度开口，而他手中已然出现了一道新的黑色气焰，只是这道黑色气焰的体积明显是比刚刚射向王玉贤的黑色气焰体积要大，这似乎在预示着第2位获得资格的人天赋要在王玉贤之上。而众人猜测之际，那妖物手臂一挥，第2道黑色气焰也是飞掠而出，而这第2道黑色气焰则是落在了宋允的身上。黑色气焰如同火焰一般，在宋允周身缠绕，那架势当真比王玉贤的气焰要强。看来这最后一个资格非楚风小友莫属了。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同时说道。实际上，对于这个最后的名额，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是楚风，不因别的，楚风的天赋早就得到了验证，他们也都是心服口服。最后一个妖物再度开口，与此同时，他摊开手掌，又有一道新的黑色气焰在其掌心凝聚，而这道黑色气焰的体积很大，比之宋允与王玉贤2个人的加到一起都还要大。妖物大袖一挥，那黑色气焰便如同黑色流星一般自其掌心飞掠而出。如众人所料一样，那黑色气焰笔直地飞向了楚风，只是那黑色气焰在靠近楚风之后却忽然停了下来，气焰微微颤动，就像是很像靠近楚风却无法靠近一般。楚风小友，你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皆是用那不解的目光看着楚风，他们都看出了原因所在。而与此同时，那妖物也是开口了，居然在抵抗，怎么你不想得到妖王大人的力量吗？妖物似乎真的存在灵智，他也看穿了楚风的意图。前辈能否让另外一个人进入其中？也许我并非得到传承的最佳人选。楚风说道。我的存在就是分辨谁有资格进入的，你在质疑我吗？那妖物问道。前辈，晚辈不是在质疑你，只是晚辈想让其他人代替我进去。楚风说道。你想让谁代替你？
那妖物问道。他。楚风看向了紫菱，然而那妖物却是摇了摇头。他的天赋，你们之中最差，怎么可能让他进入？妖物说道。不可能，前辈，您是不是感应错了？楚风说道。如今紫菱体内有着那血红古塔，他的天赋早就今非昔比。天赋，与生俱来的才叫天赋，我不会感应错的。你要么快点接受，如若不然，我就将这个机会给其他人了。妖物说道。听闻此话，楚风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前辈，晚辈不想冒犯，还请前辈见谅。楚风说话间，竟探出双手抓向了那黑色气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楚风想做什么？他是想强行操控那黑色气焰，让那黑色气焰进入紫菱体内。楚风哥哥，不要这样，你不要因为我错过这个机会。见状，紫菱赶忙开口相劝。楚风小友，天意难违，你冷静一点。与此同时，道海仙姑也是开口相劝，甚至就连隐于暗处的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也是开口相劝。你小子是不怕死吗？那妖物再度开口，不仅声音变得阴冷，与此同时，他手掌一抬，又有一道黑色气焰化作一把利剑，对准了楚风。那黑焰利剑体积不大，可却散发着非常恐怖的气息。楚风小友，快住手！见状，道海仙姑再度相劝，楚风哥哥，你快住手啊！而紫菱更是直接动手来阻拦楚风，可他根本无法动摇楚风。楚风眼中依旧充满了坚定。前辈，还请成全。楚风再度开口。这一刻，许多人都被楚风吓到了。显然，就算到海仙姑与怨神婆婆，也不是那妖物的对手。他若真要杀楚风，他们也阻拦不了。然而就在此时，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妖物竟一改阴狠面容，发出了一阵笑声。有趣，居然真的不怕死。既然如此，我就信你一次，看看这丫头是不是真如你所说这般。话罢，妖物手掌摊开，又有一道黑色气焰浮现，随后他大袖一挥，那黑色气焰便落入了紫菱的体内。纠结着，紫菱的周身也升腾起与宋允和王玉贤一样的黑色气焰。小子，还要继续阻拦吗？不想陪着这个丫头一起进去？妖物对楚风问道。见状，楚风不再抵抗，任由那悬于身前的黑色气焰进入自己的体内。果不其然，黑焰入体，楚风的身上也是升腾起了最为浓烈的气焰。多谢前辈成全。楚风对妖物抱拳施礼，再提醒你们一句，九死一生，若是怕死，现在还来得及。妖物响起之际，人们惊愕地发现他竟然已经不见了，消失得彻彻底底。唯有那的宫入口处仍然升腾着一层黑色气焰，封锁着那个入口。楚风哥哥，你刚刚怎么如此不听话？你若出现三长两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虽然那妖物给予了紫菱进入的资格，可是紫菱却是一点也不开心，反而是十分生气地看着楚风。傻丫头，你看我像是那么不知死活的人吗？我刚刚其实发现了一些端倪，就是意识到那位前辈非要让我进去不可，他不可能伤害我，所以我才提出这个要求的。楚风对紫菱解释。真的。紫菱半信半疑，他不信的部分是因为楚风所说的他无迹可寻，可是他信的部分则是因为观察力的确惊人。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楚风做到的许多事也的确都是难以理解的。当然是真的，我怎么会骗你？楚风一边微笑，还一边安抚性的摸了摸紫菱的头发，他那一脸真诚的模样让紫菱原本的疑虑也是打消了大半，就连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信了。可唯有楚风自己知道他是胡扯骗人的，就是想要安抚紫菱才这样说，他根本就不能确定那妖物会不会杀了自己。楚风不是不怕死，只是紫菱如今受那血色古塔所困，如今性命都受到了威胁，眼下进入妖王魂种，可是那血色古塔内的神秘存在所指引，这是难得的机会，若是把握住，楚风觉得紫菱不仅性命可保，搞不好更会有意外收获。而楚风身为紫菱深爱之人，他不帮紫菱，还要指望谁来帮紫菱？所以他自然是要不惜代价的帮紫菱争取到这个机会，哪怕以身犯险，他也绝不迟疑。这个机会得来不易，你们也不要浪费机会，快快进去吧，免得迟则生变。就在此时，道海仙姑劝道，而楚风等人也是立刻动身。可是就在楚风即将进入那的宫入口的时候，一道暗中传音却是映入楚风耳帘。楚风，小心眼儿！听到这个暗中传音，楚风心神一动，那暗中传音之人，楚风认识，乃是宋雪儿。可是宋雪儿不是怨神婆婆的弟子，与宋允是姐妹一般吗？她为何会突然告诉自己这件事？难道是她们姐妹表面和善，实则心生间隙？还是说宋允真的有什么危险的地方？虽然听到了这个暗中传音，可是楚风并没有表现得出来，而是与紫菱等人直奔地宫入口而去。那黑色气焰始终封锁着地宫入口，却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但楚风等人却是顺利穿过。只是穿过的那一瞬间，楚风四人都立刻停止前行，因为穿过地宫入口，浮现在他们眼前的并非地宫长廊，也并非是恢宏大殿，他们进入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大地鲜红，虚空之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最恐怖的乃是不远处的一座巨大的火山。火山之大简直通天，并且这还是一座活火山，眼下更是在喷涌着岩浆，哪怕距离很远，楚风等人也是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炙热感。但那火山喷涌出的不仅仅乃是炙热的岩浆，还有一缕蓝色的气焰，那气焰所散发的气息正是魂力，毋庸置疑，那里便是妖王的灵魂所在之处。楚风哥哥，我给你们探路。确定方向之后，宋允兴奋地开口，且此话说完，便准备向那火山飞掠而去。等一下，先别动。可宋允刚要动手，楚风却一把将他抓住了。而拦住宋允之后，楚风便单手捏诀，布置阵法，用阵法凝聚出一道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形阵法。那人形阵法布置而成之后，楚风向前一指，那人形阵法便似得到命令一般，化作一道流光，快速地向那火山飞掠而去。可前行没有多久，
那人形阵法便忽然爆炸开来，巨大的火球将其吞噬。准确来说，是他的前方，是他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并且那火球的威力极强，恐怕半神之下无人能够在那火球之中生海。楚风，这是怎么回事啊？王玉贤对楚风问道。是隐藏机关，一眼看看去，前路好像并无障碍，可实际上却是遍布荆棘。楚风说道。这个简单，我来试探一下即可。宋允说话间，大袖一挥，磅礴的武力如无形的巨浪，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前方冲击而去。这一出手，无数道火球自远处炸响，但有的地方却并没有出现火球，那必然就是可以通过的地方。看那几个地方就是安全的。宋允指着没有火球拦路的地方说道。丫头，你再试一下。楚风对宋允说道。见状，宋允也不犹豫，小手再度一挥，又是磅礴的武力出现，与刚才的方式一模一样，向前方冲击而去。刚刚消散的巨大火球再度连续浮现，只是宋允却愣住了。怎么会这样啊？宋允小嘴微微张开，一双美眸之中已是涌现出一抹惊容。不仅是他，紫菱与王玉贤也皆是眉头微皱，目露惊慌，因为刚刚试探出安全的地方出现了火球，并且那火球比其他地方的火球还要巨大，说明刚刚还是最安全的地方，已然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不过并非是没有安全的地方了，还是有没有穿火球的地方，只是此时没有出现火球的地方，却是刚刚有火球出现的地方。是机关在变化，在移动。紫菱说道。对，在移动，给我一点时间，必须确保绝对的安全，否则我们不能动身。楚风说道。好。紫菱、宋允、王玉贤三人皆是乖巧的点头。若不是楚风提醒，他们根本看不出前方有隐藏机关在。实际上，当楚风提醒之后，他们三人就都各自使用了他们擅长的观察手段，可依然无法看出那隐藏机关的存在。幸亏是有楚风，不然他们可能已经遭遇不幸了。可实际上，哪怕眼下他们知道有隐藏机关存在，可对那隐藏机关也是无能为力。他们唯一能依仗的，便唯有楚风。时间飞逝，一转眼，自从楚风等人进入这妖王魂种，已经过去了几日时间。可是楚风却始终无法看穿那拦在前方的隐藏机关。起初楚风觉得那机关有迹可循，可是后面发现根本无迹可循，他们始终在变。除非楚风能够预测未来，或者有着绝对的速度，否则似乎难以看出破绽。于是楚风开始向体内的神鹿求助，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让楚风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自从他们进入这里面之后，身后的结界门就消失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回去的办法。而与此同时，外面等候的道海仙姑以及怨神婆婆等人也是开始担心起来。师姐，不会出事吧？你对这妖王魂种究竟了解多少？道海仙姑看向怨神婆婆。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他们会拿到他们想拿到的。相比于道海仙姑，怨神婆婆则是十分自信。可是先前那个妖物形态的家伙可不像是阵法所化，他是拥有自己意识的生命体，你对他可了解？道海仙姑再度问道。他我倒是并不了解，但是你放心，你的乐乐和我的雨儿都会安然出来的。怨神婆婆很是自信地说道。而见怨神婆婆如此，道海仙姑也是不好再多说什么。事已至此，她除了等，也的确是什么都做不了。而与此同时，在这九魂天河的另外一个世界，一道身影正在快速地飞掠着。此人乃是来自图腾天河司徒界灵门的司徒钟兰。这司徒钟兰手握追踪符，最终来到了一片极为辽阔的沼泽之地。这片沼泽地极大，一眼望去无边无际，而沼泽散发的中瘴气更是遮天蔽日。没有进入这片沼泽地之前，明明还是阳光明媚，可进入这片沼泽地之后，便宛如进入了黑夜之中，在这里看不到一丝光亮。当然，这种程度的遮盖虽然能够难住普通人，但却根本难不住司徒钟兰。可哪怕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警惕地打量四周，缓慢前行。他是追踪司徒界灵门同降之人而来，他司徒界灵门的那些人都已是性命垂危，可却都还活着。他是判断那些人遇难了，所以才来解救。可是偏偏在那些人中，有一个人实力在他之上，那便是司徒段羽。这司徒段羽乃是一位神袍界灵师，而神袍界灵师可是拥有着堪比半神的力量。但是通过命符来看，哪怕神袍界灵师司徒段羽如今也是性命垂危，那多半说明眼下的情况十分危急。这也正是身为堂堂九品武尊的他，眼下也如此小心谨慎的原因，甚至动用了隐藏之法，将自己的身形隐藏了起来。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在司徒段羽都性命垂危的情况下，他实在不敢大意，甚至他已经做好了若是情况不妙，他便放弃解救，直接逃脱的准备。但他还是要来，就算解救不了，他也要知道是什么人敢对他司徒界灵门的人出手。若是真的进入了危险的遗迹也就罢了，若真的是有人敢对他司徒界灵门的人出手，那他发誓，只要让他知道是谁，他就绝对让这个人后悔。他会让这个人知道他司徒界灵门有多可怕。终于隐隐间，司徒钟兰听到了一些声音，那声音非常虚弱，乃是痛苦的哀嚎。可那声音是如此的熟悉，正是他司徒界灵门的人。可司徒钟兰反而越发紧张起来，豆大的汗珠不断自其脸上脱落而下。他并没有顺着声音赶快去营救，反而是站在原地有些犹豫。一番挣扎之后，他虽仍然没有继续前行，可是他单手捏诀之后，双眼也是变得明亮起来。那是司徒界灵门的观察秘法，虽然不敢靠近，可是通过这观察秘法，他可是范围大大增加。他还是看到了他司徒界灵门的人在沼泽地的深处竖立着一些树木，每个树木上面都捆绑着一个人，捆绑子的姿势有些怪异，都是头朝下脚朝上。可是相比于这被捆绑的姿势，他们现在的样子可就十分恐怖了。他们的双手都被斩断了，双眼被挖，鼻子被割，连舌头都没有了。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
他们被斩断的身体部件却整齐地摆放在他们下方。那些人正是他司徒界灵门的人。若是楚风在场，他也会认得一些，其中一些正是楚风在诸葛家所遇到的那些人。可实际上，就连那位神袍界灵师司徒段誉也在其中，就连他也是未能幸免于难。可是，在司徒钟兰眼中，眼前的景象却是刺入灵魂的可怕，因为这样折磨人的手段，他司徒界灵门曾经用过。这说明眼下将司徒界灵门这些人弄成这个样子的，必然是他司徒界灵门的仇人。该死！看到这一幕，司徒钟兰没有继续前行，哪怕那些人都还有一线生机，可是他并不打算继续解救，他连连后退，并且立刻转身准备逃离此地。可就在他刚要动身之际，一道苍老的声音却是在他的身后响起：“你要去哪啊？”听到这个声音，司徒钟兰也是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他不敢犹豫，施展全力便要逃离此处。可这才发现，此时的他已是动弹不得，一股极为强大的威压已是覆盖天地，他根本无法继续前行。此时的他自知性命难保，于是回头看向身后之人，哪怕明知要死，可在临死之前，他也想知道，在东域这种弹丸之地，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敢对他司徒界灵门的人下此毒手。而这一看，才发现身后的乃是一名玉空而立的老太太。倘若楚风此时在场，看到这名老太太，必然会十分激动，因为当初楚风在轮回上界时，为了提升结界之术，需要大量的精神泉水，于是便前往了轮回上界的象山谷。在那里，楚风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衣着得体，气质不凡，可她却满脸的伤痕，其容貌已然被毁。当时那位老太太想用毒水洗脸，楚风出手阻拦，短暂的接触让楚风意识到那位老太太精神似乎有些失常，至少她不正常，但其修为深不可测。而后来楚风在九魂天河遇到了仙喵喵，仙喵喵告诉楚风，九魂天河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修武高手，实力极强，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九魂圣族的高手。关于那神秘高手的来历，九魂圣族并不知晓，只知道那神秘高手一边行走，一边念叨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乃是汉仙二字。听到汉仙二字，楚风便心中一紧，下意识的便觉得那位可能是自己的奶奶。而后看到仙喵喵的画像之后，才发现那个在九魂天河击败九魂圣族高手的人，正是自己在轮回上界象山谷所遇到的神秘老太太。当时楚风心中便有了猜测，也许那位自己偶然相遇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奶奶，因为当时相遇，楚风会莫名的感到十分亲切。后面楚风也想过寻找那老太太，只是却再也找不到她的踪迹。楚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想寻找的老太太会出现在这里。而眼下这位老太太不仅用威压将司徒钟兰控制住，她的眼中更是散发着恐怖的杀意。不过在司徒钟兰眼中，相比于老太太眼中的杀意与怒火，她更在意的是老太太身上所升腾而起的火焰。对，就是火焰，并且是金色的火焰。那金色火焰自老太太身上升腾而起，但却不会燃烧其衣衫，不会燃烧其发丝。不仅如此，金色火焰之中还有光芒，总共7束光芒，犹如7条游龙一般，在火焰之中快速游走。7重金龙焰，是7重金龙焰。你是金龙焰宗宗主之女宋洛仪，你没死，你居然没死。起初只是怀疑，可是越是观看，他便越是确定。虽然眼前的女子从外貌来看是比他老了很多的老太太，可是仍能从五官中寻找到他印象中的那个人，这让他知道眼前这位老太婆实际上要比自己年轻得多。她便是当年金才绝艳的金龙焰宗宗主之女宋洛仪。金龙焰宗与司徒界灵门同在一个星域，非论实力排名，当年的金龙焰宗在那星域之中只能排到第3，原本只是司徒界灵门的傀儡而已。可是当宋洛仪展露天赋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变了。宋洛仪金才绝艳，成长速度更是极快。正是宋洛仪的出现，让他司徒界灵门意识到了威胁，所以便设下阴谋，讨伐金龙焰宗。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除掉宋洛仪。讨伐之日，宋洛仪被其父亲藏了起来，于是司徒界灵门便用当众对金龙焰宗的人使用酷刑，逼迫宋洛仪出现。而那酷刑正是如今他司徒界灵门之人所遭受的酷刑。后来宋洛仪出现了，并与他司徒界灵门上任门主交手，可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宋洛仪的手段。虽然那一战宋洛仪虽然死了，可是他上一任门主却也身负重创。后面回到司徒界灵门没有多久，上一任门主便去世。刚好那一日，司徒钟兰也有参战，虽然他只是小角色，可却也看到了宋洛仪的威势。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日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一日，整片天空都被缠绕金色火焰所覆盖的景象。那金色火焰烧死了他司徒界灵门无数高手，使得他司徒界灵门元气大伤，直到现在也未能恢复当日荣光。而那一切都是宋洛仪所为，所以他能确定眼前这一位正是宋洛仪。虽已是老年模样，可是他的五官司徒钟兰却能够认得出来。不仅如此，那充斥着7道光芒的金色火焰名为7重金龙焰。自金龙焰宗建立以来，宋洛仪乃是唯一一个可以将9重金龙焰修炼到7重的人。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还会活着？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司徒钟兰很是无力地问着。他知道宋洛仪有多强，那可是当年前任门主以性命为代价才能击败的人，而如今宋洛仪还活着，那他司徒界灵门还有谁能阻挡宋洛仪？更何况以宋洛仪的天赋，不可能原地踏步。若是宋洛仪讨伐他司徒界灵门，等待他司徒界灵门的必然是灭顶之灾。同时他也明白司徒段誉感应到了什么，司徒段誉的确感应到了宝物，那便是金龙焰宗的镇宗之宝。只是他没想到的是，那镇宗之宝还在宋洛仪的身上。你司徒界灵门还未灭，我怎么会死？老太太开口了，
说话之时，语气之中都满是憎恨。此话说完，手臂一挥，鲜血喷溅，那司徒钟兰便如他的族人一样，被斩断双臂，挖掉双眼。随后，司徒钟兰也被大头朝下的被捆绑了起来。司徒界灵门，我要灭你满门！做完这一切之后，那老太太仇恨仍然不减，咬牙的切齿。说完此话，便准备御空而行。她起出目的明确，可是飞出没有多远，她忽然停住了。原本满是怒火与杀意的双眼，突然变得空洞。忽然间，她仿佛忘记了仇恨，忘记了一切。愣了片刻之后，她不再快速的飞掠，而是缓慢的御空而行，像是一个失魂落魄之人，漫无目的的走着。走着走着，她还会时不时的说出2个字：汉仙，汉仙。